朋友们好，欢迎来到文月的节目。人到老年，可以说人人都有积蓄，有的人多，有的人少，有些人甚至有退休金。老人多病痛，去医院检药也要消费，所以钱是决定晚年生活质量的重要因素，可能还是首要因素。既然钱是老人的救命钱，如何保管却是一个大问题。通常农村老人会存在信用社，城市中的老人会存入银行，这是非常省时省心的。如果交给子女，可能子女会啃老，自己需要钱的时候，不仅儿女自己不愿掏钱，甚至连自己交给子女的钱，子女都未必会掏出来。意外和疾病，这是生命安全的两项重要因素。老人最怕老年脑袋出了问题，老人很容易出现老年痴呆，或者一命呜呼了，儿女甚至不知道自己有多少钱。其实儿女上有老下有小，压力很大。人到中年，很多子女都孝顺，但是就怕自己不够钱用来预防疾病，整天提心吊胆。如果老人能将钱财告诉子女，起码子女心中有数，没有那么大压力。但是另外一方面矛盾的是，子女可能会啃老。如果家中仅有一个孩子，那就好办了，无论孝顺与否，自己脑袋不够清醒的时候，立刻告知唯一的孩子。然而家中有多个孩子，似乎比较难办一点。老人一旦两腿一伸，钱还是要给子女的，然而子女众多，如何分配就成了问题。老人的钱应该由谁来管，或者应该给子女们一起保管吗？他们会伤和气吗？这些问题让老人们头疼。老人本身大脑就不够好使，不过有些老人聪明一些。72岁廖大爷有智慧的方法，他说有一种方法，安排公道又不伤感情，还可以让自己安枕无忧。是什么好方法呢？让我们一起往下看。我今年72岁，是初中一名数学老师，而妻子是小学的数学老师，我们志同道合，因此说得上话。我们两口子一直非常恩爱，情投意合，年轻的时候也旅游过。虽然我们不是特别富裕，但是在农村算中上水平，也是第一批买电视机的人。后来空调、洗衣机应有尽有，再加上知书达理、西装革履，真的活得很让人羡慕。在农村能够教书育人，算是很有脸面了。人活着不就为争得一口气吗？我们育有2个儿子，1个女儿，3个都是大学生。我们一直以来其实是省吃俭用的，并没有大手大脚的花钱，因为我们要让3个孩子读大学。我们退休的时候存款不多，2人一共仅有50万存款，一直存在银行。我们其实那栋房子也没有修葺，我们作为老人了，修葺那栋房子也没有意义，教书已经够体面了，不需要用金砖示人。一直以来，我们没有将我们的存款告诉儿女，只是大儿子结婚的时候，我给了他5万；二儿子买车找女朋友的时候需要10万，但是我给了他5万，是为求公平。3个儿女都结了婚，这个时候我们还没到退休的年龄，我们存的钱将近50万，再加上退休金，我真的觉得自己是可以颐养天年的了。晚年要想活得有质量，不是凭子女孝不孝顺，而是看自己有没有钱。没钱，即使儿女孝顺也照顾不了；有钱，即使子女不孝顺也可以好受很多。妻子是早于我3年退休的，妻子给儿女带了3年的孩子，然后便回老家养老了。这个时候我也退休了，原本想着跟老伴周游全国的，但是后来想想，其实旅游是浪费钱财，而且不太安全，儿女都很忙，没空载我们去旅游。我们也想通了，看风景其实在本地就可以了，旅不旅游根本无所谓。我跟老伴因为有存款，所以产生的利息就足够我们生活费用的，只要没有大病，一切美好。我们主要是想着如何在本地消遣娱乐，
我是去游泳、钓鱼、下象棋、唱歌，而妻子主要是搓麻将和跳广场舞。她有姐妹，我有朋友，起初2年也是过得非常好。但是我们颐养天年没多久，老伴就因病去世了，我感到万分悲哀。老伴还不到60岁，让我感到命运无常。我在黑暗孤独的生活里度过了一段时间，随着我的精神的虚弱，身体也在逐年下降，长年累月积累的小病痛正在加速摧残我的身体。以前妻子在家的时候，我还会跟妻子出去锻炼身体，或者在家锻炼身体，或者我们各玩各的。但是妻子去世以后，我身上多种并发症开始出现。孤独生活的我，平时独自去公园爬山，独自去看广场舞，其余的乐趣已经没有了。附近听闻小偷非常多，我在新闻上经常看见各种现象，我就怕有小偷偷我钱或者跟踪我。我回家的路上，如果是傍晚，总是提心吊胆，总觉得有人跟着我。我听说附近一户人家被别人偷了摩托车，一户人家被别人偷了电瓶，我是感到越来越不安了。到了67岁的时候，我中风了，又有类风湿性关节炎，又有胃病，还经常头痛，一堆身心烦恼，而且我的记忆力也下降得很厉害，我就怕我随时会老年痴呆。我有时候会在小区的那个角落晒太阳，那个叫老人区，经常听到他们讨论自己的子女有出息，我感到他们真喜欢吹牛，真喜欢攀比。我听说之前我们区里有个老人请了一个住家女保姆服侍，结果被那个保姆骗走了很多钱。那是一个骗钱软件，就是将钱放进基金里，然后那个金额数字越升越高，那个老人每天很高兴，用利息用作生活费，实际上那些钱早就被骗走了。后面女保姆辞职了，老人才知道上当受骗。如今的骗子真是层出不穷，专门骗那些不懂高科技的老人。还有一次，一个老人去银行取钱买东西，光天化日之下被一个戴口罩的小偷轻易给打了，打出脑溢血，手上的1000元钱也不翼而飞。所以我每日都提心吊胆，再加上身体越来越不好，精神也越来越差。我觉得万一我无法自理了，这钱存在银行我该怎么取？所以我夜夜烦恼。我忽然想到了我的几个孩子，交给他们真的安全吗？假如自己2腿一伸，他们会知道我有存款吗？他们知道我有存款会不争抢吗？我跟小区几个要好的朋友讲过这事，他们告诉我，交给最孝顺的孩子保管才能安枕无忧。我想我的女儿肯定是最孝顺的，我也最疼爱她，可是她嫁人了，丈夫就是天，交给她似乎不合适，而且我跟2个儿子不是住在一起的。老实说，我不知道他们2个哪个孝顺，我应该交给哪个呢？还是3个一起保管呢？等到自己有事了要向谁拿钱呢？我最终想到了一个贼好的办法，就是去2个儿子家轮流养老。我试探一番，看谁孝顺。以前我没有注意过这个问题，如今我是要试探一番了。我去2个儿子家住，虽然每天不用做事，只是等吃，但是我每个月给儿子2000元钱，他们对待我还算孝顺。我觉得儿子孝顺不孝顺跟儿媳妇是有关系的，儿媳妇如果不够贤良淑德，直接影响到儿子的孝顺与否。去了大儿子家以后，我发现大儿媳视钱如命，怂恿儿子让我每个月出3000，我不愿意。大儿子说借的以后还我，我先试试他，看看他能够骗我多少钱。于是给了他3000，结果他一而再再而三骗我钱。比如孙子读书了，他要跟我拿钱，家里买鱼缸也要拿钱，儿子不好跟我拿钱，叫孙子跟我讲，孙子一开口，我自然答应。还有一个就是儿媳妇要买一部好车，他也指使儿子跟我借钱。有一次我在睡，
他们以为我在睡，其实我没睡着。儿媳妇问儿子我到底有多少钱，儿子说不知道，儿媳妇叫儿子问一问，儿子说不好问，儿媳妇说变着法问。然后第二天，儿媳妇给我做了我最喜欢的菜，而且对我特别孝顺，起来陪我逛街，去公园，给我买营养品，给我炖汤喝，还跟我说他跟儿子感情很好，字里行间表示自己要换一套房子，在孙子那边买一套房，这样可以监督孙子读书，也能让孙子读上好一点的学校。他没有直接跟我借钱，只是在我面前抱怨没钱，然后儿子也在我面前唠叨了一遍。我假装听不懂，心想我明年不过来了。儿媳妇后面一直板着张脸，也就这么嘘寒问暖了一次。只要是个人都知道无事献殷勤，非奸即盗。我第一年被大儿子骗去7、8万，都是借的，而第二年我去二儿子那里，二儿子也对我非常孝顺，儿媳妇也是如此。我就心想着不会跟那家一样吧。其实二儿子家比较贫穷，比大儿子家贫穷了很多。我跟孙子住在一个房间，我当时甚至觉得二儿子无能，而且虐待我。我觉得一个人没有上进心，也是缺德的表现，也是不孝顺的表现。二儿子的套房的确比大儿子小了一些，没那么漂亮，但是他们穷并不意味着他们不孝顺，相反，正因为穷，他们才孝顺。这是我后面才知道的。我儿媳妇是一个落落大方的大学生，长得不怎么样，但是品德极好。我把我的2000块钱给儿媳妇的时候，她是笑着婉拒我，不敢接受我的钱。我知道她缺钱，但是她觉得不应该要老人家的钱。后来我给儿子，儿子对我千恩万谢，表示一定赚钱孝顺我。儿媳妇说，给我养老是理所当然的，不应该要我的钱，请我留着以后用。虽然我在儿媳妇那边没有享受到高贵的物质生活，汤也喝得少，但是儿媳妇却对我非常好。一些生活上的小细节我看得一清二楚，比如扶我的时候那个力气，烧汤的时候第一时间递给我，我觉得她很贴心。我跟儿媳妇说，我来你们这里养老，麻烦你们了，这么用心的照顾我一个没用的人。儿媳妇却说，爸，您来了，我们家不知道多热闹呢，我们高兴都来不及呢。儿媳妇以为我不高兴了，对我更加好，取悦我。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知道儿媳妇比较好。一次家里缺钱，他们在大厅商量，被我听见了。儿媳妇说不可以跟爸拿的，爸那么老了，即使有钱，我们也不能跟他拿的。儿子抱住儿媳妇说，儿媳妇真好。那一瞬间我很感动，几乎要热泪盈眶。看着儿子儿媳妇那么好，我心安乐。二儿子的确比大儿子好，要不然也不会弄到这么好一个儿媳妇。二儿子始终没有跟我借钱，一直到我即将去老大那边都没有跟我借。他肯定想得到，我老大应该跟我借过钱的，因为一次老大提过钱的事，但是老二没有妒忌老大。儿媳妇怕家里的菜不好吃，定期跟我去自驾游，带我去小饭店，专门吃那些对老人有营养的汤和食物，而且经常带我检查身体。儿媳妇经常问我要不要去看广场舞。我记得一次超市衣服打折，儿媳妇买不了名牌给我，问我要不要去看一看，买个衣服穿穿。她有好事总想着我。她跟大儿子的媳妇相差甚远，人与人之间的品德简直可以相差10万8千里。他们对我的态度我能感觉得到，他们穷却从未向我借钱。二儿子明知道我有退休金和存款，都不跟我拿钱和借钱，甚至当我告诉二儿子我的全部财富有50万的时候，他只是惊讶，也不跟我拿钱。他们夫妻俩从来不让我做事，我每天就是等吃的。从客观现实角度来说，是我充当了他们的累赘包袱，可是他们任劳任怨，
于是我决定了50万给二儿子保管，利息给他用作生活费，不许告诉哥哥和妹妹，我也不必让他养着，等我无法自理的时候再让他养。这不仅因为我不想给他们添麻烦，我也觉得自由自在一个人生活特别好，而且大儿子知道了，也可能会觉得我对二儿子比较好，说不定把养老钱全部给了二儿子，我不能挑起他们兄弟不和。二儿子和儿媳妇欣然答应了，我从此安枕无忧，再也不用提心吊胆了，不用怕被骗子骗走了。在2021年的时候，我已经独自生活2年了，深深感到自己身体的确大不如前了，我腿脚不便，于是我就让他们兄弟2个轮流照顾我去他们家，每个月把退休金的工资卡给他们花，而那50万一直都在二儿子的手中，一直到现在我都生活很自在。一次去医院检查身体，我叫二儿子把钱付了，二儿子就把钱给付了。在大儿子家，因为我把退休金给儿子用，所以儿媳妇对我也好，但是在二儿子家，儿媳妇对我更好。二儿子和儿媳妇每次都用银行卡利息给我买营养品，给我每天炖汤喝，我觉得他们对我太亲切，对我太好了，他们经常给我按摩做理疗，经常给我买高贵的保暖的新衣服，我的晚年生活是真正的颐养天年，甚至儿媳妇和儿子主动带我去旅游，我也见识了不少风景。其实我并不偏心，我只是找到了一个属于我的养老法，我觉得我把晚年的存款交给二儿子保管是明智之举，很多老人都有存款，或多或少而已，存款问题一直比较重要，自己放着如果不安全，那就给子女放着，钱是生活质量的保障，儿女孝不孝顺其实跟钱关系很大，我们要站在现实角度考虑问题，而不应该站在道德角度考虑问题。如今是老龄化社会，如何养老越来越被看重了，所以每个老人都最好想一个适合自己的养老法，将存款合理保管是最好的，而给子女保管肯定比让自己保管财物要安全，子女也比较先进。比如放进老人基金会赚更多利息，老人要懂得分辨子女的优劣和孝顺，这样对自己晚年才能有个交代。这位廖大爷的方法不错，既找到了安全的存款方法，又不伤害子女们的感情，值得推荐。下来这个故事，养老地方的选择。不可忽视的5个因素决定着老年人的生活质量。对于养老机构和养老地方的选择，宣传铺天盖地，冬日里北方的候鸟老人飞海南，飞三亚，飞云南，飞广西，夏日里回到北方或者比较凉爽的东北3省，这是很多老人安度晚年的生活轨迹。作为老年朋友，选择去哪里短暂停留还是长期居住，都不能忽视以下5个方面的因素，因为这些因素直接决定着我们进入老年生活后选择养老居住地的生活质量。那么到底有哪5个方面的因素呢？结合本人的体会，总结为以下5个方面，仅供参考。1. 要慎重考虑养老地点的医疗配套以及医疗诊治水平。人到了老年，面对最大的敌人就是看不见的病魔之手。人老了就像一台运转了多年的机器，各个部件都磨损得很厉害，不一定哪天就需要大修。生老病死是我们这些老年朋友必然要面临的没有选择的填空题，所以选择养老的地方，首先要考虑养老地点的医疗服务水平。我有不少老乡去山东沿海的某个地方买了养老房产，觉得山东沿海城市要比东北在环境等方面更适合养老，但一些老年朋友真正生活在那里之后才发现，除了小区环境比东北好一些之外，方圆几10公里根本没有像样的医院，
原来开发商允诺的医疗服务都是画了一张大饼，完全就是扯淡的事。房子买了再想转手比登天还难，大家都想出手，根本就没有接盘的。所以养老地点的选择切记不要看宣传，要实地考察当地的医疗条件再做决定。2. 要多了解当地的物价水平，量力而行。无论选择全国哪个地方养老，一年四季的物价水平都是不同的。总体上看，适合反季养老的地方，物价的波动更为明显。比方说三亚，每年进到深秋之后，全国各地的候鸟都飞来了，整个三亚的物价水平都是呈现阶梯式上涨的状态。如果是外地人去市场，本地的商贩一听外地口音，一般是按照外地人的标准卖给你海鲜、鱼虾等海产品，就连当地的黑猪肉与当地人购买相比，也有一定的差价，并且菜市场里边的这些东西，超市里边虽然也有，但是不新鲜，网购也无法买到，所以别无选择，只能去菜市场。有一次我去三亚某一个大型农贸市场买当地有名的马鲛鱼，我旁边的当地人说着他们之间我们听不懂的话，但从交易价格上可以看得出来，远比我们这些候鸟便宜得多。在海南这样的地方，整体物价水平远远超出了其他2线以下的城市，所以退休金比较少的老年朋友，或者是没多少存款的老年朋友，来三亚生活和养老，是将自己原本的生活质量降低了。全国现在的物流水平，无论在哪个城市里，物资的供应都很齐全，即便是在严寒的冬季，在黑龙江的最北边城市，超市里也有芒果可以买到。3. 要全面考虑好气候等自然因素的影响。一个人一辈子生活在一个特定的环境中，在60岁后来到一个气候条件和地理环境反差很大的地方养老，短时间还是可以的，如果长期居住，一定会有很多的不适应，并不是冬天里温暖的地方就是最佳的养老选择。四季分明对于生物乃至人类并不是坏事，在一个四季分明的地方养老也是不错的选择。有的老年朋友每年都去海南、去广西、去云南这些地方，温暖的气候对一些老年人的慢性疾病确实有很大改善，但是一辈子生活在自己的老家，已经完全适应了当地的自然变化，从低海拔地区到高海拔地区，从空气湿度低的地方到空气湿度大的地方，很多潜在的风险都是存在的。有些老年人的慢性疾病适合在海南这样的地方养老，但是比如怕潮湿的一些疾病，海南并不是最好的选择。对于去云南养老，海拔超过1000米之上的地方不太适合低海拔地区的老年人前往。4. 要慎重考虑与子女的距离，这是突发事件发生时必须要考虑的因素。进入老年后，尽管从生活方式等各个方面与儿女住在一起确实有着诸多的不便，实事求是地说，没有几个老年朋友愿意和儿女住在一起的，即便家庭和睦的，也是分开居住和生活比较好。分开居住，一是减少了2代人之间的摩擦，另外分开居住老人和儿女都方便，但是如果选择养老的地方，远离了孩子们工作和生活的城市，几千公里的距离，确实需要谨慎考虑。在一个遥远的城市养老，老夫老妻2个人，即便有老乡或者邻居，那都是临时的帮衬，解决不了实质性问题。如果远在千里之外，老年朋友突发疾病，虽然现在交通发达，但是想在最短的时间内儿女来到身边根本不现实。我在海南有个邻居是上海人，老两口平时生活很规律，有一天老头突然生病了，老太太都70多岁了，
连搬动老伴的力气都没有。还好我们这些邻居都在，喊了我们邻居帮忙，在120救护车到来之前才算幸运的躲过了一劫。5. 要考虑好交通条件，便利与否很关键。养老地方的选择不仅仅看的是空气质量、阳光和沙滩，更要考虑交通的便利程度。即便负氧离子再高的地方，除了飞机之外，连高铁都不通，还是要谨慎考虑的。有个朋友在云南某个挨近缅甸的小城市买了养老的房子，这个城市空气质量没得说，青山绿水，风景如画，可是交通方面，除了飞机之外，地面交通却是要跋山涉水，感觉诸多的不便。如果一个地方交通不便利，即便空气再好，也不是养老最好的选择。老年的生活需要规划，但是切记要从实际出发，因人而异最为稳妥。今天的视频就先分享到这里，如果你也喜欢这个视频，并且让你深有感触，希望你能分享给身边的人，期待与您的互动。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